上个视频我们看了武当山的南岩宫，也看到了武当山的镇山之宝桃木剑以及龙头香，了解到了武当山的由来。那么还有武当山的金顶是来武当山大家必去的，这是一个充满传奇而又神秘的地方。去金顶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坐索道，一种是徒步。我之前去金顶上看日出是爬山了2个半小时，今天我就坐索道上去了。武当山的索道往返是150，坐在上面还是挺刺激的。做完索道还得继续徒步才能到达金顶，不过这个距离呢比较短，可能最多10分钟。尽管说不是很长，但是还是有点陡啊。我现在看到的这些庞大建筑就是武当山紫禁城的城墙。大家没有听错，确实叫做紫禁城。北京的是叫做紫禁城，两者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在明朝的时候，朱棣下令建造北京的故宫，同时还建造了武当山，所以有这样一句话嘛：北修故宫，南修武当，两者都是花了几十年时间打造而成。故宫非常庞大，修建了几十年，武当山同样是如此，两者花的时间差不多。朱棣也确实厉害啊，他在当皇帝的时候建造了很多工程啊，所以说武当山非常多的建筑，它基本上是按照宫殿的形式来建造的。特别是我们等一下去金顶看的那个金殿，我们现在看到的紫禁城和北京的紫禁城其实是一样的道理，有城墙，然后里面是宫殿等建筑。大家好，我是邱平。做完索道，我们大概经历了半个小时，来到了武当山的金顶。我们先跟这个金殿合个影啊。这里海拔是1612米，是武当山最高的地方，所以说这个金殿就建在这里。我们说到金顶啊，大家可能想到的就是四川峨眉的，但是武当山这个金顶啊，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非常罕见。它的罕见之处，第一就是我们身后这个金殿，它这个金殿呢，在其他地方基本上是找不到一模一样的。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脚下踩的这个，很多人来武当山，但是呢，却不知道脚下踩的却是武当山的无价之宝。现在呢，我们就来武当山金顶看一看这些独特之处，以及金顶上面还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再看看这个金殿，这里面可不简单哦，有一个600多年的长明灯。武当山的金殿是坐西朝东，面阔3间，5.8米。进深3间，4.2米，高5.54米。我们说是金殿，它是不是金做的呢？它其实是仿木结构鎏金铜殿。五殿顶，这个一般就是宫殿的形式。我们看故宫，包括其他的很多建筑啊，都是五殿顶，就代表了身份，代表了封建社会的等级。这个金殿的全部构件呢，采用分体铸造，经过榫卯安装，安装完之后，最后呢，鎏金结构严谨，连接紧密。里面呢有真武大帝的像，还有呢长明灯。在建造这个金殿之前，在武当山的金顶也是一座小铜殿，当时是元朝建的。大概100年之后，永乐皇帝朱棣大修武当，就在武当山修建了一个金殿。那么小铜殿就被移走了，现在仍然还藏在武当山。不过呢，这次不凑巧，我没有看到。按照《明史》以及《武当山志》记载武当山的金殿全部构件是在北京建造完成之后，由京杭大运河经南京以及长江水运到达武当山拼装而成。当时朱棣对运送船只发布了一道专门圣旨，运送这个金殿的构件务必要小心谨慎，遇到天气晴朗没有风才能通行，船上要十分整理清洁，不能有不好的东西，同时呢不允许做饭。所以从北京运到武当山花费了一段时间，并且当时运送
这个金殿的人刚好就是负责武当山建造的一个人物，他就是朱棣的女婿。金殿在金顶组装完成之后，并且涂上金银，就变成了鎏金铜铸大殿。而从这里开始，金殿的神奇之处以及无法解释的现象就出现了。第一个就是海马吐雾，这是金殿的屋脊，在上面有很多神兽。我们现在从左到右分别看到的是海马、天马、狮子、凤和龙。那其中最左边这个海马呢，有时候会吐雾，就是从它嘴里面呢会有那个雾气出来，就跟我们在冬天人在户外一呼气的话一样的道理。不过呢，它这里的情况基本上是在夏天，并且吐雾的时候有微微有声音，就是相当于有什么在叫。那一开始的话，专家就认为这个海马是空心的，并且呢跟金殿内部连通，就是说碰到那种热胀冷缩，金殿里面的温度上升，它那个热气啊就从海马的口中出来，然后外面稍微冷一点就变成了雾气。但是后面经过探测，这个海马内部是实心的，跟其他神兽是一样，所以这个说法就不成立。但是呢，这种海马吐雾的现象从金殿建成一直都有资料记载，包括武当山志还有其他的一些人都看到过，但是实际的话这个还没有解释出来到底是什么原理。刚刚我们是看到第一个无法解释的，第二种就是金殿里面的长明灯。说到长明灯，大家可能会想到的就是鬼吹灯那些影视剧中演绎的。那其实长明灯从古至今都会有记载，这个长明灯按照资料记载是有600多年一直不熄灭，也就燃烧了这么久。那么大家一直都会有个疑问，这个长明灯在这种金殿里面为什么不熄灭呢？正常来讲的话，碰到风的话肯定会灭掉的。那有几种说法，一种就是说这个金殿呢是坐西朝东，那只有东面这门大门是打开的，那其他的那个是榫卯拼装，严实无缝，就是用金银涂满了之后不透风，所以它里面空气不流通，你就算风吹进去呢，但是我觉得这个说法行不通，因为金殿在海拔1600多米的山上，碰到有时候有大风，那风从这个门吹进去，你就算里面是密不透风，一样是能够吹灭的。所以我觉得这种说法不可信。还有一种说法呢，就带点那个传说一样的，就是说这个长明灯顶部啊有一个珠子，被称为定风珠，有这个珠子在呢，长明灯就永不熄灭。这种都是传说，大家都知道，可信度不高。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这个长明灯啊下面连接着金殿，那金殿的墙壁里面呢灌满了灯油，所以呢这个长明灯连接这个灯油能够一直点燃。但是按照考证，这种说法也不可信，所以这个长明灯为什么600年能够不灭，一直也没有解释得清楚。因为其他地方的长明灯啊，大概是能解释。第三个，也就是雷火炼殿，这也是金顶上面最神奇的一个地方。这里由于海拔比较高，天气呢变化无常，经常呢会有雷雨天气。但是在这里，当大雷雨来临之时啊，金殿的四周便会出现那个火球啊，在旁边来回的滚动。那突然有什么影响的话，那个雷电呢就会划破长空，如利剑般的直劈金殿。当时呢，武当山的金顶啊，就是金光万道，在可能10公里之外都能看得到。这个就是被称之是雷火炼殿。我们经常看很多小说当中也会出现这样的场景嘛，大家明显现在看得出来，金殿的颜色啊是有点不一样的。这个就是金殿经过几百年雷火啊炼成，变成金光闪闪，而下面呢不是雷电直击的话，就跟我们铜的颜色差不多。大家一眼望去看这个金殿，本身名字是金殿，然后上面又是那个金黄色的，大家以为是黄金做的，这个就是雷火炼殿的一个作用。那么这个雷火炼殿是怎么产生的呢？我们刚才说了，武当山气候多变，在海拔这样高的地方，云层啊经常有那个大量的电荷，金殿屹立在最高的山峰，相当于是独树一帜，自然而然就成了一个庞大的金属导体。金殿自从建成之后，到1980年的时候，经常会有雷火炼殿的情况产生。但是在上个世纪，专家说为了保护文物，保护金殿，于是呢在这个金殿顶部啊装了一个避雷针。那好了，从此之后
雷火炼电就消失了，这是不是非常可惜啊？现在我们看到金殿上面是没有避雷针，这是由于这种现象消失了之后，后面可能大家都在说是什么原因，那避雷针又取消了。我问了一下附近的道长他们说雷火炼电呢现在偶尔还会产生，这个就不知道真假了。不过按照他们的说法，当雷火炼电情况产生，他们在旁边是非常害怕的，都不敢站出来看，因为相当的恐怖啊。像这些都是属于武当山金殿的未解之谜，其实还有一些我们就不细说了。现在呢，我们来看一看武当山另外一个称得上是无价之宝的东西，就是金殿底座。我们每天游客脚踩下的这个东西非常不一般，它被称之是玉石座。这个玉石座呢，不是普通的大理石，大有来头。按照地质学家那些专家对武当山进行考察时，对这个底座进行了断定，确认这些是三叶虫化石，里面呢有很多生物包裹在里面，因为有些动物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石头上面里面呢是有东西的。有一些人包括一些资料说，这个三叶虫化石武当山的全部加起来可以抵得上美国的华尔街了。当然这是一个夸张的说法，但是呢这些东西确实是非常珍贵，实属罕见，它的文物价值和意义呢远远超过了石头本身的价值。大家来到武当山的金顶，对金殿上面的各种东西叹为观止，可是谁能想到金殿最有意义和价值的宝藏就是在我们手扶脚踏的基座当中呢？我们刚刚介绍了一下武当山最珍贵的不是金殿，也不是里面的长明灯，而是我们看到的这些石头，它可是5亿年的化石可以说是无价之宝。那么看完这个呢，我们再来看一个武当山比较神奇的地方，就是常说的金殿有一块金砖。因为说金殿嘛，大家以为是黄金做的，其实不是它只是表面，而这块金砖却是完整的黄金。大概在什么位置呢？你看这个有围栏，1、2、3、4，在第4根跟第5根中间上面就有一块金砖。关于这个金砖呢，有一个传说，就是当时这个金殿的材料从北京运到这里组装之后弄来弄去还剩下一些黄金，当时呢他们就把这个金砖镶嵌在里面。最好玩的传说是什么？就是说金殿经历过600多年完好无损，如果说把金砖拿掉了，这个金殿呢马上就会散开来，就是当时他们就有这种说法，因为是靠榫卯结构安装的。大家知道榫卯结构是一环套一环，那么这个金砖我们也不知道真的是否拿下来就会散落，但是传说确实是有。这个其实也体现了古代工匠的那种精神那种完美无瑕的那个态度。我们说这个金砖拿下来会散掉，而在明朝还有一个地方也是有这种说法，就是嘉峪关他们修建城墙，修掉最后多出来一块砖，那刚好就放在那个城门上面，一直从建造的时候就说那个城砖千万不要拿下来，如果一拿下来，嘉峪关的城墙呢就会倒塌。这个也是传说。如果大家现在去嘉峪关看的话，在那个城墙顶部呢，那个砖依然完好无损的放在这里。那么嘉峪关是明朝修建的，这个也是明朝修建的，是不是都有相同的道理存在呢？金顶包括金殿我们就看完了，在这个小小的山顶上面，神奇的地方这么多，无法解释的地方这么多，这个就恰恰证明了中国古代工匠的厉害。